模型能精确地理解我们对图片的修改要求，并且可以同时处理文字和图片信息，图像和文字再也不用分开了。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有些日子没进行技术视频的分享了，发现更新视频的速度比不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。DeepSeek 这个还没讲完呢 ，GPT-O3 又来了，一堆人追着我问 GPT-O3 的技术原理，只能先来讲一下它了。4月17日 ，OpenAI 重磅发布了 GPT-O3 的这个模型。这个模型继承了 GPT-4o 强大的多模态能力，并且还能用这种多模态能力进行推理，马上就让全世界炸了锅。它到底强在哪呢？我们直接来看两个令人震撼的例子。第一个呢是从一张图片推测出拍摄的时间和地点。下面这张图片你能看出来是在哪里拍的吗？什么时间拍的？很难吧？因为图片里根本没有标志性的明显地标信息。但 GPT-O3 只花了不到1分钟就给出了答案。他注意到图中的特殊地貌、磷灰岩尖顶和波浪状丘陵，据此推测出这是土耳其卡帕多奇亚的火山沉积地貌。接着他又把图片放大，看出了图中梯田状的葡萄园，因此进一步精确地推测照片应该是在卡帕多奇亚的红谷、玫瑰谷一带拍摄的。更厉害的是，他竟然通过岩石的影子长度判断出阳光是从哪个角度来照射的，结合卡帕多奇亚所在的纬度，就能知道一天中到底是在几点太阳会从这个角度进行照射，进而知道拍摄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。最后根据画面中的植物叶片的状态，进一步判断出季节是在早春2月到4月之间。短短的1分钟啊，从一张看似普通的照片就分析出了地点、季节、时间，用到了物理学的光线影子、地理学的纬度和地貌、生物学的植物生长状态等多学科知识，简直就像高考文中最后一道大题的解答，名侦探柯南附体。整个过程看的是非常令人震撼的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，是一个图像融合的。左边呢是最近的电视剧《最后生还者2》的一个剧照，右边是去年的现象级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中孙悟空怒斥杨戬的经典画面。如果把这2张不相干的图片融合在一起会怎么样呢？ GPT-O3 就轻松做到，不但完美的保留了原有的场景要素，还让角色的动作和神态完美结合，基本上没什么违和感。这种跨领域、跨场景的完美结合，绝对不是过去的 AI 能做得到的。GPT-O3 的能力太令人震惊了。其实仔细的分析它整个的推理过程，会发现它强大的这个能力主要来源于2个突破，一个是图文混合的多模态能力，第二个是推理过程中主动调用工具的能力。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介绍这2个核心能力。第一个是图文多模态到底是什么？先来扫除一个小的障碍。模态这个术语听起来很高冷，但其实意思特别简单。我们人类接触世界主要靠的是2个模态，一个是视觉，眼睛能看到东西，一个是语言，能进行文字和对话的沟通。之前看到的大模型 AI， 我们大家熟悉的 ChatGPT 都是只能理解文字，它是看不见的。每次到要处理图片相关的任务的时候， ChatGPT 就必须叫外援了，用DALL-E 模型来帮忙生成图片，请外援效率和效果都不够完美。而2025年的3月份 GPT-4o 首次突破了这个限制，让一个大模型同时具有视觉和语言的能力，就像我们人类一样，看东西和说话毫不费力，可以同步进行。GPT-O3 就完美的继承了 GPT-4o 这种图文融合的能力，体现出直接的效果就是模型能精确的理解我们对于图片的修改要求，并且可以同时处理文字和图片信息，图像和文字再也不用分开了。就像将这只猫的头抬起来变成直视摄像头，模型就能理解，并根据这种自然语言要求生成符合要求的图片和文字。这种更自然、更高效的处理方式，真正让 AI 开始拥有了视觉，极大的丰富了应用的可能性。第二个 GPT-O3 的核心能力就是它能像侦探一样推理，在整个思考推理的过程中，主动调用各种外部工具辅助推理判断。举一个真实使用的例子，当我们问 GPT-O3 一张照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，
它会怎么来判断。GPT-O3 并不会简单的靠直觉判断，而是像侦探一样开始的仔细观察。它会放大图片的局部细节，比如面部、背景，分析有没有奇怪的地方，反复调用图片放大工具，多达6次仔细检查，最终花了90秒钟得出结论：这张图片极有可能是 AI 生成或深度修改的。指出了一些普通人很难注意到的细节异常，比如说 logo 显示有些畸形，衣服的褶皱和光影边缘非常平滑等。这种在推理中主动调用工具、多步骤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在过去的 AI 中是没有。这种边推理边借用工具、边借用外力的新模式，让 AI 开始拥有了类似人类的探索和推断能力。GPT-O3 的出现确实让人真正感受到了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想象，赛博朋克的未来已经在眼前。想要不被时代抛弃，我们必须主动的了解和掌握这些最新技术。下一节野 AI 就会带你深入的理解 GPT-O3 背后的多模态能力和推理工具的核心技术原理，帮助你真正抓住 AI 这辆高速前进的科技列车。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多模态细节，关注一下再走哦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